兄弟们，我们已经整装待发要去接新娘了。兄弟们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。好，桂华要去接新娘了，现在心情是怎样的？很开心。哎，等下子有很多考验在等你，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。哎，他好像不是很有信心哎，我们给他点信心，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。好，新郎团，我们出发啦！出发！这一趟，林轩要飞到中国的贵州省，准备出席一场他人生中最长的婚礼。今天要去的这个村寨可不简单，我从贵州省的贵阳市下了飞机，还要再搭3个小时的车子才可以抵达目的地。你看，窗外这些弯弯曲曲的山路，对于会晕车的人来说，可要做好准备了。不过我相信，这个隐藏在大山之中的秘境，一定可以给我带来一些惊喜。此行的目的地是依山傍水、地灵人杰的贵州省狮饼县双井镇。这里住着一群民风独特、生活多姿的苗族。兄弟们，咱们冲啊！来，姐，我抓到了，打不打折？打折打折，送不送东西？送。我爱你。不要爱我，爱我没结果。右边转一圈，右边，左边转一圈。为什么新娘过门要去挑水？要挑水给谁喝啊？他们长达8天的婚礼，简直就是一场听觉和视觉的盛宴。婚礼的第1天是迎娶日，新郎把新娘接回家，设宴款待亲友。第2和第3天是过门新娘履行新媳妇责任、孝敬公婆、走访亲戚的日子。我们来吃饭啦！第4天，新郎带上礼品，送新娘回门，然后休息3天。第8天，大喜之日，新人大肆操办婚宴。一连串操作下来，这场银光闪闪、银饰响叮当的婚礼才算完整。今天是婚礼的第1天，我要跟随新郎去接亲了。我也穿上了苗族服饰，看我这一身装扮，还可以吧？车队整装出发，赶往新娘家喽。其实新郎新娘来自同一个镇，只是在不同的村。虽然相距不远，但是呢，因为山路崎岖的缘故啊，单程也要20分钟。不过看样子，好像快要到新娘的家了。哇，这是什么布局啊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蓝门酒？林轩，你们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喽。迎亲队到了，哎，这一眼望去，这接亲团的服装也太整齐划一了。要不是新郎龙桂华别上了胸花，这一时之间还真是不知道今天的主角是谁呢。转过这个弯呢，就要到达新娘的住家了。看我们身后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啊，那等下子在新娘家门口，到底准备了什么考验在等待着我们的新郎哥呢？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。我们进来就往后面走。来啦！我们现在来到了新娘的家，可是吸引我的是门口一些小姐姐拿着一杯又一杯的。我知道了，蓝门酒。如果不喝蓝门酒的话，还真的不给你进门。看来我也逃不掉了。来，给我一杯，给我一杯。哎，林轩，看你呀、像是追着酒喝吧，哪有想逃的意思？兄弟们，你们还可以喝吗？可以，那咱们冲啊！走了。盛酒给客人喝，是苗族人热情大方、好客的体现。蓝门酒喝得越多，表示越高兴，所以不管能不能喝，都得喝。嘿，林轩，这婚礼才刚开始，你可要撑住啊！
都赚了。啊！你自己赚的，你自己赚的。花饼，瓜太过瘾了。哇，后面的都是3次啊，对。这是什么？白酒，白酒。白开水，30度的白开水，是吧？哇，再来。 1、2、3。没错。新郎新娘，所有的酸我帮你们尝了，接下来你们的生活只有甜。哇，看起来他们跟我们一样，也有伴娘官，看来要把新娘娶回家，下一位，快点哈！真的不容易耶。 1、2、3，快点开门，叫手势开门，都不赢。开门，来，来，太不必。这么多的红包，哎，应该可以开门了哈。可以开门。嫂子。 新娘叫张志杰，今年20岁，正是青春年华的大好年纪啊。他侬那个那侬我侬节目在俺家，俺们我俩一辈子好好在一起啊。他侬我节目我俩教他俩对接，我俩一辈子在一起，可以不？会哦，会哦。 会啊！队长，会啊！可以！嘿，恭喜恭喜！新郎终于抱得美人归了！快，戴上婚戒，把对方给牢牢地套住。来，掌声鼓励鼓励！轻轻的一个吻。 穿上民族嫁衣的志杰，仿佛完全变了一个行走的银饰架，头上、身体上，连手上都戴满了银饰。哎，志杰，身上挂了这么多的银饰，会很重吗？很重很重。哪个是最重的部分呢？头还是身体？脖子这个项链。哇，看来这个苗族真的是很重视银饰哦。接下来去到老公家里要连住3天，现在心情是怎样的？比较紧张吧。未来3天有什么特别的活动要安排吗？明天的话就挑水那些之类的，然后后面的话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后面要迎接志杰的还有很多考验，不过我们可以慢慢的期待。结婚对女生来说，就是从自己的家搬到另一个家去开始新生活。和父母告别，新娘也忍不住一时伤感。 别开开心心一辈子哦。没有啊，我爱的嘛，买吧嘛，哎，我妈他想哦，我说今天我妈他想啊。刚刚新郎新娘离别之前呢，也是做了敬酒的仪式，可以看到，新娘要出嫁了，心里面一定百感交集。而且我一直以为新娘头上的装饰已经很多了，没想到出门之后呢，又多了一个新的头饰挂在头上。 其实我今天才刚知道，新娘呢有了8个月的身孕，要带着腹中的宝宝，还要身上穿着20到30斤重的银饰，要走这么长的一段爱情路，真的不容易。很多时候在城市里结婚好像是2个人的事情，可是在这里我看到结婚是2个家庭、2个家族，甚至是2个村子的事情。我觉得蛮感动的，是因为。 整村人可以这样浩浩荡荡的走过来，那个是可能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的事情，我真的蛮被他们打动的。距离桂华和志杰家乡的不远处，有一座历史悠久的苗乡古城。
这里的夜晚灯火璀璨，氛围浪漫，正好适合听他们分享相恋的故事。哦，所以刚好你们都在杭州工作，然后有同乡在那边，就彼此介绍认识一下。当时见第一面的时候，对彼此的印象是怎样的？就是刚第一次见面嘛，有点害羞，怕自己长得不够，也不是对方能够看上的那种男孩子，所以比较害羞。你有没有看上对方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看上了。第一印象觉得志杰是个怎样的女生？就是我心中所喜欢的。哪一种嘛？喜欢哪一种类型？大大咧咧啊这些。很大方。对，很大方。有啥说啥。听了他们的爱情故事，两个人住得很近，可是因为要去外地打工，相距几千公里，可是因为他们共同的民族，又把他们迁回了贵州这个地方成亲，所以那一瞬间我觉得说缘分这个东西还蛮奇妙的。来到婚礼前夕，今天呢，我没有见到新郎跟新娘，反而是要跟新郎的弟弟小龙哥去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。出发 ，Hello， 你好。为什么约我在这个地方见面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我们这镇上赶集的地方。哦，买东西买菜的地方。对的，我们今天要完成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对不对？就是给哥哥的婚礼筹办这个菜系。哦，所有的这个菜色，迎来送往的客人要吃的食物。对的，就靠我们兄弟俩了。对的，好，出发。好，走。哎，小龙哥，在我们苗族婚礼啊，有什么食材、什么菜色是必不可少的？比如说鸡肉、鸭肉、鱼肉、猪肉之类的，必不可少的。就是鸡鸭鱼肉怎么丰盛怎么来就对了。对的。哎，那周围都是活鸡跟活鸭，现宰现杀吗？对的，就是买过去之后，我们去看看。走。大姐你好，哎，这些都是鸭子对吗？对对对。可是为什么有些是白色的，有些是灰色的，有些是脖子是青色呢？我们鸭子的品种有很多种像这种青头的话，有的是接亲啊、接新娘子啊、做好事啊，我们都要用这种青头的。那其他颜色呢？其他颜色也可以。肉比较好吃一点，就是这种白色的。白色的是要多一点。可是我们是娶媳妇儿哎。娶媳妇就要拿青头的。青头的哇，那你帮你哥选一个吧，你喜欢哪一个？那我选你抓好不好？我抓。对。好吧，来吧，你要哪一只？就是这只吧。这只啊。来，姐，我抓到了。80块。80块，你再送我2条鸡腿。可以啦，好不好？80，一只鸭，2个鸡腿，行不行？可以。好，成交。来，来，放我这里。哎，小龙哥，我们已经买了鸭子了，接下来还要买些什么东西啊？买一些素菜，还有一些配料之类的。过来，我这边有白菜。哎，这边就有哎。对。我这边有白菜。那我这么多卖菜的，我选你，你要给我算个便宜的价钱啊？那肯定的了。打不打折？打折。送不送东西？送。哎，我给你跳个小舞蹈，你给我便宜点行吗？可以。真的吗？可以。你别这么好说话，什么都说可以，一会儿算账的时候一点不客气。没有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给你们打折的。哎，小龙哥，那我们选了这么多菜，大概差不多了吧？我们婚礼当天有多少宾客会来啊？大概400-500人这样子。400-500人？对。那我们这些菜怎么够啊？所以说我们先选好，然后老板帮我们配送回家。对。哦，还可以配送。你们配送过去。对。送过去。好，太多了。那我们就今天选菜了哈。可以。来，我们接着挑。来，这个辣椒多来一点，我爱吃辣。怎么样？还行吧？蛮好吃的，而且水分很多。不要看它硬硬的，以为觉得没熟，其实完全成熟了，非常好吃。多送我几个猕猴桃嘛？可以的。真的吗？可以。给我装5个。好的，给你装6个吧。老板太好了，我爱你。不要爱我，爱我没结果。坏女人。好了，姐，
那我先拿这些走，剩下送回家里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来，谢谢。感觉蛮有重量的，今天有一种满载而归、大获全胜的感觉。还有啊。 哟，林轩不错嘛，可以做挑夫，又会杀价，这趟派你来，没有选错人了。谢谢姐，走之前拿个苹果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吃吧。谢谢姐，不用谢，拜拜，不用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在苗族，银饰是女孩子出嫁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有的银饰呢，价值1辆车，甚至有些嫁妆啊，一整套可以买一栋屋子。为什么苗族的银饰这么出名呢？我现在去一探究竟。志杰妈妈，哎，你好！哇，这么多衣服还有银饰，都是为志杰准备的。对，为你准备的。您是志杰的妈妈，这位是干妈。干妈，哎呦，你看这个女儿要出嫁哦，这个很多人都来关心。哎，那志杰这一套婚衣哦，这些好看的刺绣都是志杰妈妈缝制的吗？花了多长时间来缝制这个东西啊？7、8年吧。7、8年的时间。对，我们这里生个女儿就是生出来嘛，就是她很小的时候，就妈妈就准备之前，只为这一天来。在苗族的文化中，有无银无花不成姑娘的说法。许多家庭自女儿出生起，就每年为她们添购银饰，待成年或出嫁时佩戴。满满当当的银饰是父母对女儿婚姻幸福的祝愿，也象征了财富的积累。哎，这个我知道，跟您一样，这一条是放在这个像很重哎，这一个的重量应该有10多斤。你看那边还有戒指，这边还有手环、项链，大概重量是多少？30斤左右吧。30斤，要一直穿在身上，一直穿在身上。要当苗族新娘子不那么容易哦。这是狮洞苗银牛角头饰，是苗族女子盛装时的装饰。头饰上有龙凤的纹样，造型繁丽奢华，制作精细。正所谓有衣无银不盛装。总之，对苗族而言，银饰就是越大越美，越多越美，越重越好。桂华是家里的第一个成婚的孩子。婚礼前夕，全家都出动采购、打扫和布置。哎，龙爸干嘛在拆门呢？龙爸爸，哎，新郎的爸叫龙老天。哇，昂哥，这个名字也太霸气了吧！哎，婚礼就要开始了啊，你干嘛要把这个大门给拆掉啊？太难看了嘛！我儿子结婚嘛，我想要好看一点。这个现在你看这个乱七八糟，不好看吧？哦，就是你要在客人来之前把这个大门收拾得干净漂亮一点。哎，对呀，我帮你一起，来，好，我帮你一起。行，用这个，先放到这里，等一下我再搬过去。哟，不错哦，林轩，刚才还是师奶杀手，现在成了武力值爆表的搬运工。哇，这样的男子不知道能不能够俘获苗族少女的心呢？姐姐，所以弟弟要结婚了，做姐姐的心情是怎样的？非常激动，非常开心。哎，你对这个弟媳还满意吗？非常满意。真的啊？对。那姐姐你自己嫁人了吗？我还没呢。啊？还没嫁人？是的。还没嫁人？嘿嘿，林轩，咱姐姐可是寨子里的村花，想追姐姐排队呗。我们继续加油。好。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岭呀，彩虹岭嘚儿呀呼嘿。哇，这个就是婚房啊！这个红床单一铺，真的很有这个结婚的氛围哎。哇，姐姐，整个新房啊，感觉一切都是崭新的，这是为婚礼特别添置的吗？
啊，这是我们爸爸妈妈特意为我弟弟弟媳贴制的。那弟弟跟弟媳结婚之后会住在这里留下来吗？他们后期要出去上班的。哦，哎呦，真的是枉费姐姐一片这个好心啊！哎，这个我明白，早生贵子。哎，我们一起完成好不好？可以。哎，这里有花生。这是枣子。好。姐姐，你知道在新加坡的习俗吗？什么习俗？就是如果未婚的男女一起贴了喜字的话，他们就要在一起。有这回事吗？新加坡的习俗是这样。嘿，这小子别乱说，不打你都不会脸红哎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众目睽睽之下把喜字贴歪了。哎，还不错哦。哇，这里是厨房啊，姐姐。这是我们家装米酒的地方。米酒，这3坛都是。对，3坛都是我妈妈亲自酿的米酒，就为了儿子结婚特别酿的。是这样的。哇，那我可以先喝为快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我弄来尝一尝。好。哇，一打开已经闻到非常浓郁的大米的清香了。哇，冰冰凉凉的，非常的顺口，而且呢，感觉酒精度数还蛮高的。这个有多少度啊？这个有38度左右。38度，哇，新鲜的，而且喝完这么多，可能会有点晕晕的。龙妈妈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刚才啊喝了你酿的这个米酒，真的很好喝。龙妈妈，可以教我一下您是怎么酿造自家米酒的吗？龙家的米酒都是龙妈妈张杨梅一手包办的。哇，林轩，你真的很有口福哦。哦，可以啊，我教你啊。把那个糯米饭、大米我拿来煮，煮熟了我就拿那个酒曲来拌一下。哦，就是酒曲要跟蒸好的米饭放在一起哦。然后呢？放那个里面发酵15天到2个月的时间才可以酿。放那个锅里面拿来酿，这个上面是放水嘛，那酒就从这个里面出来这个壶。那这里面就是米酒了，妈妈。啊，是的米酒的。所以马上就可以喝的啊。您刚刚讲发酵的时长有15天，有2个月，那这2者有什么区别呢？2个月的酒呢，比那个15天的就那个重一点嘛。那酿造时间比较短的话，那个酒精会不会比较甜一点呢？啊，对。哦，原来发酵时间越短呢，酒精的甜味会更高。可是呢，如果发酵时间越长，酒精浓度就越高哦。一般来说，逢年过节或者是遇到这个婚丧嫁娶的时候呢，就会需要喝很多的米酒。听起来好像酿造方式也没有很难。如果以后不能做主持人的话，还可以去酿酒为生。苗族婚礼的第一天，新郎就要带着大批人马勇闯新娘家接亲。不过这个关卡似乎比想象中还多，又要喝酒，又要转圈，还要身手敏捷。新郎使出浑身解数，才终于见到新娘。今天一大早，我跟新郎还有接亲团呢，去到新娘家里，又喝酒又玩游戏，过5关斩6将。你看，终于把新娘给接回来了。新娘抵达新郎的村寨后，还要顶着15公斤重的银饰，走10分钟的路程回家。哎呀，辛苦了！终于把新娘送回了他们的新房。接下来还会有上香祭拜祖先的仪式。鸭子在苗族文化中象征忠诚和婚姻美满。新娘进门后，长辈先以鸭子祭祖，最后将它摆上餐桌，宴请亲友。震耳的炮竹声为宴席拉开序幕，这么高兴的日子当然少不了舞蹈啊！嘿嘿嘿，右边，左边，正确。好，我会了，右边，左边。
左边这一半。林轩，这酒席都还没有开始，你已经醉了？嘿嘿嘿！按照苗族当地的习俗，接来新媳妇儿要吃一餐丰盛的鸭子酒，也象征媳妇儿顺利过门。而在我身后，伴娘、伴郎团还有村民们已经围坐一桌，准备热热闹闹的享用晚餐了。我也要去吃饭了。哎，给我一个座位，我可以坐这里吗？吃鸭子酒，寓意新人婚后幸福和谐，忠贞不渝。有趣的是，当晚伴郎和伴娘还凑成了一桌相亲桌，听说交谈中已经有一对看上了眼。看来过不了多久，村寨又要办喜事了。昨天一番喧闹之后啊，村子又恢复到了宁静的状态。新娘呢也在夫家度过了第1个晚上，不知道她感觉怎么样。可是我很好奇，接下来婚礼还有8天，还有什么在等待着新娘呢？我要去看看。苗族婚礼的第2天和第3天，主要是让过门新娘履行新媳妇儿的责任，挑水孝敬婆婆，吃百家饭和邻里互相熟络。第4天回门，则轮到女婿带上礼品，随新娘回娘家探亲。哎，志杰，今天又把华丽的衣服穿上，可是配上这个扁担跟水桶，今天是有什么特别的挑战吗？应该去挑水。今天要去挑，为什么新娘过门要去挑水？要挑水给谁喝啊？全家人吗？要给她婆婆喝啊。这个要走多远啊？就到前面那个马上到了。前面那个亭子。姐姐，为什么是你挑水，不是志杰挑水吗？这个的话是需要自己的姑姑来挑的。哦。然后新娘子的话，她来3个晚上嘛，然后就需要自己要3瓢。新娘的小姑子会象征性的左3勺右3勺，把水舀好，再转给新娘。挑水寓意着儿媳孝顺公婆，家庭和睦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到志杰在挑水的过程，突然有点感动，因为我问他们每个人，他们说他们都有在挑水。我突然看到了一种文化跟传统的传承，这个东西是在我们所谓现代人生活的城市中很难找到的。这场婚礼几次流泪，都是被这种民族、家族强大的凝聚力感动。在这个村寨，没有一件事情是你要自己完成的。出了任何问题，一定会有人过来拍拍你，说没关系，我们是一个家族的，我来帮你完成它。新娘现在把水挑回家里了，那下一步是不是就要把水给婆婆喝了呢？对，马上，给人家喊了，喊你赶紧快去打，就到了啊，马上。哎，你没事，他到别人了，这样就把孩子好，就去那边去哦。他是那边，他是那边有没有？今天来到婚礼的第3天，我要去帮新郎的叔叔煮饭啊！什么？你问我煮饭跟婚礼有什么关系？嘿嘿，先卖个关子，等会儿揭晓答案。叔叔，我来啦！今天一早，村寨里家家户户都忙着生火煮饭，大家都拿出了拿手好菜，准备欢迎龙家的新媳妇儿。哎，叔叔，你好，你好。龙叔叔的家坐落在新郎家隔壁。作为百家饭的第1站，叔叔准备的菜色自然是不能马虎了。这个红红的，这要做什么？这个酸汤鱼吧。酸汤鱼。哇，酸汤鱼的汤底已经基本炒到7、8、8了，
酸酸辣辣的口感。那是不是什么时候可以把鱼下到这个锅里？现在可以。现在可以下了吗？哦，来，倒入清水，水要没过鱼的那个身体吗？好。所以酸汤鱼的秘诀是先把汤料炒香，然后呢下入煎好的鱼，再放入清水，煮的时间越久，味道越香。酸汤鱼是贵州省非常有代表性的菜肴，流传至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。苗族人只要是办喜事、聚餐或招待贵宾，酸汤鱼就会登场。可惜了，我看得到，吃不到。我的酸汤鱼出锅了。虽然叔叔家已经准备了满满的一桌菜，但是林薛还是偷偷的为志杰准备了一个小惊喜。蒜头、汤包、肉骨，嘿嘿，我猜到是什么了。今天志杰在家人的陪同下到村在邻里的家吃饭，老规矩。进门先喝酒，倒酒祭祖后就可以开饭了。日期已经到了，我的肉骨茶也可以出锅了。嘿，果然没猜错，这就是我们新加坡出名的肉骨茶。来喽！哎，志杰，这是我为你煮的新加坡特色料理肉骨茶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好吃吗？你要为了这个肉骨茶亲自去新加坡一趟哈。喝口汤，喝口汤，吹一吹。可以走了。走了？就没吃完呢？就下一家吃了。哦，对，百家饭嘛。走。在一家吃饱喝足之后啊，碗都没换，马上去下一家。他们就是用这种吃百家饭的方式啊，把新娘介绍给村里的家家户户，也让别人知道我们家娶媳妇了。我们来吃饭啦！百家饭吃到每一家呢，在门口都会有歌声对唱，基本上呢，唱的意思是主人家会唱说。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家，我们略备了一些食物，祝福你们娶了新的媳妇儿。那客人家就是会说呢，谢谢你们，我们也把我们的新媳妇儿带来给你们看看。哎，去下一家了。我们在新加坡结婚，你说我想吃个百家饭，我想把我的新媳妇儿介绍给这个邻里跟社区，很多人会说，有必要吗？可是这是真的是百家饭哎，我开始明白说为什么。有这种一呼百应的感觉，它有一点繁琐，可是有人愿意秉持这种文化，而且是一个很好的活动，就把整村人、整族人凝聚在一起。哎呀，有点想念这种干绑的生活。桂华跟志杰遵守了3天不可以回门的禁忌。那今天呢是婚礼的第4天，新娘子终于可以回家跟父母短暂团聚了。送新娘回门跟接新娘的仪式有异曲同工之妙，都是要全村人呢先把新娘送出去一段路才可以上车。哎，大叔，这个扁担上都带了什么东西啊？这些都是一些嫁衣啊，新郎给新娘准备的嫁衣。有几套啊？对，这个大概10来套吧。10来套嫁衣，还有后面还有个扁担是什么？银子啊、首饰啊这些。银饰、嫁衣还有首饰，哇，真的是满满当当的聘礼送去娘家哎。到娘家了，难得人这么齐，当然少不了一顿吃喝。志杰爸妈给宾客准备的吃席快开始了。不过，哎，这林轩，你又跑到哪去了？在苗族啊，结婚从来不是2个家族的事情，而是2个村寨的事情。新郎家买了3000斤的苹果，就要分给新娘家所在村寨的女人还有小孩子们。来，苹果是吗？来，苹果。
你的苹果。接下来为期3天的休息日，婚礼也会暂告一个段落。林轩因为工作上的安排，也必须飞回新加坡了。其实过去几天，我陪新郎新娘完成很多东西，不光是跟新郎新娘，也跟他的家人、跟姐姐、跟弟弟建立了蛮深的感情的。我突然想说，哇，如果可以留多几天的话，3天的冷静期嘛，我又可以可能跟姐姐、跟弟弟去爬爬山，去体会一下贵州这种山林的美景的感觉，但蛮遗憾的。好了，龙哥。帮你把太太送回门，你们的婚礼我也只能参加到这里了，因为工作原因了，很遗憾没有办法参加你们3年后那个非常盛大的婚宴。不过我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，从新加坡带来给你们的，打开看看。好，谢谢。看一下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这个其实是鱼尾狮，然后旁边是新加坡的国花胡姬花，2个碟子。好，谢谢。好了，希望你们可以幸福，然后希望志杰可以顺顺利利的把孩子生下来。谢谢。对，谢谢。拜拜，龙哥。拜。拜拜，志杰。拜拜，小龙。拜拜，有机会过来玩啊。好，拜拜。Now I'm leaving to the end of town. I'm not scared of losing my mind. I won't be blind.我的人是回到新加坡了，可是我的心呢，好像还在贵州一样哦。明天是桂华跟志杰大喜的日子，他们会在村里的公共场地摆一场盛大的婚宴。我决定给他们一个惊喜。哎，来！哇！看看后面的时钟，真的是凌晨12点半。林轩，你真的是桂华的好兄弟。演出一结束，就连夜赶机飞往贵州。又是凌晨的机场，又来到非常熟悉的场景。几天前，我从这里飞去中国的贵阳，第一次见到了桂华跟志杰。其实，在苗族这个3天所谓的冷静期呢，有一个说法，是因为古时候贵州的山多，所以要留出时间给远道而来的亲朋戚友赶山路的时间。所以虽然是现代社会跟以往不一样，可是这种3天的冷静期，加上我又再次赶回去，反而有一种像是跟古代的那种规矩契合的一种默契的感觉，还蛮奇妙的。现在呢，我需要一点 me time。婚礼的第8天，也是最后一天。今天新娘会再次披上华丽的嫁衣，在南方的村子一次过补办提亲宴和喜宴。届时有美食，有歌舞，双方的亲友也会到场祝贺。哎，怎么还没有见到林轩啊？哎呦，他赶得及吗？再一次回到这个崎岖的山路。导航显示距离婚礼现场还有1个小时的车程，加油！最后的婚宴坐落在寨子里的篮球场，宾客团团围坐，氛围感拉满。新人入场之后，长辈用苗歌为婚宴拉开了序幕，接着新人又要开始无止境的敬酒仪式了。哇，紧赶慢赶，总算赶到了。桂华志杰还不知道我回来，我现在去给他们一个惊喜。希望他们不要发现我，还没有发现我。能说。
来找你一起跳舞啊？惊喜吗？不要让老弟看到我。哎，我搭了10多个小时的飞机，整晚没睡哎。我现在要躲在人群里，让桂华发现我。我在这儿躲行吗？小声。这个宝贝儿，来了。哎，来了，要喝你们的喜酒，想我了吗？来，谢谢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，谢谢，生5、6个。新郎新娘真的很忙，整圈的人，每一位客人都要亲自把酒送过去，真的不容易。夜色低垂，敬酒之后就是娱性节目和吃喝的环节了。村民开始唱唱跳跳，话说这些表演都是村民自己准备的，哇，好嗨哦！其实我刚回去新加坡的时候，并没有特别坚持说一定要回来。可是我回到新加坡，我突然发现每个人脸上都有一种焦虑、不安。可是这些东西在这里完全看不到，大家都很自由自在，甚至有一点散漫的生活。那一瞬间，我突然非常想念这里，就决定说一定要回来，赶上这个大日子。今天500多人从中午吃流水席一直吃到晚上，还有跳舞。我没想到这么的隆重，也让我更加觉得说，这个日子赶回来太对太应该了。如果没回来的话，我应该会很遗憾。前2天吃百家饭，今天吃流水席。传统苗族婚礼就是这么热热闹闹，食物呢以辛辣鲜香为主，好吃。你看好不好玩？好玩。脾气好吃，好吃。啊？有，我还有。姐姐嘛，哎，再要一点。哎呀，太辛苦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世界上的女人永远关心男人有没有吃饱。老板娘。好。到了。我吃饱了。水塘不要饭了啊？还有很多。你下次再来。然后这个礼是新郎新娘送的。不是啊，家家户户都送，每家每户都送。扫堂，尾声了，要结束了。拉到哪儿？在那边。传统的苗族婚礼啊，是以扫堂仪式来收尾的。所谓扫堂呢，有点像是送客人伴手礼。不过这个伴手礼啊，不是来自于新郎新娘，而是来自于整个寨子的家家户户，把礼物呢送给远道而来的客人，也为婚礼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这次非一般婚礼，我去到了沙拉越，也去了中国的贵州，看到都是非常年轻的小夫妻，他们喜结连理，既是幸福的开始吧，其实我觉得也是2个人接下来要共同面对生活中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呀，这些烦恼啊、琐事啊跟挑战。我觉得这很荣幸了，可以看他们走过这一段人生路，也希望他们可以一路并肩，一直走下去。在非一般婚礼里，我走过了印度、中国和波兰。见识了各种热闹有趣的婚礼习俗。每次看到新娘父亲既欣慰又不舍的表情，我都会偷偷地想象自己的女儿出嫁的那一天。我大概会一边笑着祝福，一边偷偷地抹眼泪。毕竟哪个爸爸能淡定地看着自己的小公主走向另一个人呢？不过想到她找到幸福，心里还是会暖暖的。这些婚礼让我明白，无论在哪里，父亲的爱都是一样的，既搞笑又感人，既骄傲又不舍得。参与这个节目最大的感触是，让我看见他们的婚姻其实是2个人带着各自的砖瓦，共同打造一个全新的属于彼此的家。我很庆幸在他们成家的时刻，成为见证他们的文化和幸福的其中一个人。我觉得最棒的事情是，他们的婚姻故事里面不只有他们自己，还有努力保留着这些文化的每一个人。